完美世界第164集，10号采摘神果，不料被天神境的虫子追着跑，最后10号和秦昊相逢。随着10号大战8大天骄的结束，10号几人来到了潮界的原始密林中，继续踏上探索之旅。在这里，古木参天，毒虫猛兽横行，是10凶之一的巢穴所在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与巨大的诱惑。他们穿过了茂密的森林，目睹了史前生灵的恐怖，如双头龙鸟、祖鳄和吞天蜗牛等。这些生物的存在让即便是强大的10号也不得不避其锋芒。在一座石山下，他们计划稍作休息，却意外发现这石山实际上是一只巨大的吞天蜗牛，其剧毒足以致命。他们了解到，尽管这里并非仙谷原始生灵的聚集地，但仍需小心行事，因为这些生物不容小觑。在探索中，他们得知了关于仙谷部落的传说，那里藏有稀世神药，但同样危险重重，即便是上界的强者也难以存活。他们还发现了仙谷生灵的神秘行为，为何他们从不离开自己的领地，以及历代天才在仙谷的不幸遭遇，是否与这些生灵有关呢？他们绕过吞天蜗牛，继续前进，穿过被称为鬼灵的迷雾区域，这里容易让人迷失方向，甚至忘记自我。10号凭借其强大的灵觉，带领同伴们穿过了这片区域，接近了巢穴。巢穴被混沌气笼罩，周围是一片断山，看似火山，充满了大道气息。当混沌雾散去，他们目睹了震撼的景象：33轮血月和10轮血色天日映照在这片谷地上空，仿佛触手可及。这些天体据说是仙谷一战中被鲜血染红的，也象征着那场大战的惨烈程度。在这片神秘的谷地上，10号几人感受到了仙谷纪元的遗韵，对未来的战斗充满了向往。他们观察到3000颗巨大的蓝色星辰，其中一些带着血斑，似乎印证了古老的传说。最终，他们发现了造化地，那里灵气浓郁，甚至有灵叶湖和凤鱼，以及神果树和古老的宫殿，每一处都充满了神秘与机遇。10号他们意外地被一条神秘的荧光小径带到了未知的区域。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，只能任由这条古路引领他们深入这片未知的土地。尽管错失了采摘神果树的机会，但他们很快发现新的区域同样充满了浓郁的灵气，精气甚至在虚空中凝结成液体，滋润着大地。在这里，他们看到了成片的灵药，虽然珍贵，但10号并未采摘，因为他需要的是更为神圣的神药。他们观察到这片土地上的古树生机勃勃，却无法成精，似乎有某种法则在阻止他们化形一般。在继续深入探查的途中，他们遭遇了一群要求交出天才地宝的人形生灵。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，10号他们自然不会屈服，一场战斗随即爆发。凭借强大的实力，10号他们轻松击败了这些打劫者，甚至反过来夺走了他们的圣药。随着他们的深入，10号一行人遇到了更多的尸体，这些都是在争夺宝物中战死的修士。他们意识到这片区域充满了危险和杀戮，每个人都为了天才地宝而疯狂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10号他们连续穿越了多个类似的区域，击败了无数的拦路者，收获了大量圣药。他们的乾坤袋和鼎中堆满了战利品，这些收获远远超出了他们过去的努力。然而，他们的行动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。一位身穿长生战衣的少年从古洞中走出，他的目光如电，决心前往10凶巢穴一探究竟。同时，不老天尊秦长生的出现，以及他身上的仙骨，引起了外界的震惊。传言中，秦族的双骨至尊拥有一块仙骨，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在仙谷的另一处，一位拥有重瞳的男子在黑色山体上闭关，也就是10翼。他一声长啸震动了群山，混沌气将他包裹，如同战神重生。他的出现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。同时，6冠王宁川也从洞府中苏醒，他的身上流光溢彩，仙霞艳艳，显得超尘脱俗。他决定亲自出手，解决掉10号这个最血后代，并前往凶巢探查，预示着仙谷世界中即将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波。10号和蓝奕晨他们在巢界10凶巢外的神秘区域中继续前行着，他们遇到了难以飞行的净空规则，以及令人作呕的腐烂气息。随着不断的深入，他们震惊地发现数百具神尸横陈在地，这些尸体的腐败程度远超常理，表明了这个地方的不同寻常。他们越是深入，发现的尸体也越来越多，数量惊人，仿佛进入了地狱的入口一般。这些死者中甚至包括了强大的真神和初代，这让10号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他们意识到这片区域是一个绝地，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。尽管如此，10号决定独自前往探查，而洛道与蓝奕晨选择跟随他，富贵险中求，希望能找到隐藏在此地的大造化。陆毅虽然内心恐惧，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跟上。他们穿过了白骨遍地的区域，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气和阴森的气氛。在这片死寂之地的尽头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扭曲的虚空，那里有法阵守护，但存在一个缺口。10号唤醒了打神石，以帮助他们观察法阵的变化，避免陷入险境。他们穿过了法阵，进入了一个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神圣祥和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一片神果树，这些树散发着锐气，树上的果实如同小太阳般发光，散发着令人沉醉的香气。
这些果实不仅外观神圣，而且蕴含着惊人的生命力，似乎拥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。可想而知，当10号他们看到这些果后的兴奋程度，但他们也保持着警惕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神果所在地的外围是一片死亡之地，无数强大的生灵都在此陨落。10号决定先采摘这些珍贵的果实，但他们都清楚，他们必须小心行事。果不其然，10号他们刚想摘神果的，出现了无数的黑神虫和鬼魔神。这些虫子和鬼魔神不仅数量惊人，而且实力强大，即使是真神级别的存在也难以抵挡他们的联手攻击。在10号的带领下，他们尝试采摘那些半生果，但很快就被虫子和鬼魔神发现了。一场混战随即爆发，10号他们不得不动用最强法器和秘术来对抗。尽管他们成功采摘到了一些神果，但代价是巨大的，每个人都受了伤，甚至10号也不得不咳血支撑。在战斗中，他们发现这些虫子和鬼魔神对雷电和火焰的攻击较为敏感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们的数量和实力仍然让10号他们倍感压力。特别是当他们发现树冠上存在着天神境的虫子和鬼魔神时，他们意识到了更为恐怖的威胁。天哪，快走！这是天神境的虫子，还有鬼魔神吗？我就知道，漫长岁月积累下来，怎么会没有绝世强者呢？这下惨了，我们活不了。蓝奕晨、洛道、陆毅神色惨变，但在10号的果断指挥下，他们利用丹炉中的天河之水和雷电的力量，暂时逼退了虫子和鬼魔神的攻击，并趁机采摘了更多的神果。然而，当他们试图逃离时，天神境的虫子和鬼魔神被惊动了，开始追击他们。随着2头天神境的黑神虫的加入，形势变得更加危急。这2头疯狂的虫子强大无比，他们的攻击山河让变色虚空崩开，即使是同族的黑神虫也难以幸免。10号他们竭尽全力，几次险些被击中，但最终还是依靠10号的急速和丹炉的保护，成功逃脱。在安全之后，10号他们疲惫不堪，身上伤痕累累，尤其是陆毅和洛道伤势极为严重。10号虽然也受了伤，但他的恢复力惊人，很快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。他们开始服用采摘到的半生果，这种果实药效强大，能迅速恢复伤势，增强实力。在恢复之后，10号决定再次冒险返回神果林，他希望能够采摘到更多的半生果。尽管同伴们担心他的安全，但10号仍然坚持前往。他利用自己的速度和力量，再次与黑神虫和鬼魔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并成功采摘到了满满药篓的半生果。在这次冒险中，10号还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，比如一些树上的半生果已经被采摘，以及在一棵古树上发现了一粒残药，这让他怀疑是否有其他人也成功进入了神果林。但面对着越来越疯狂的虫子和鬼魔神，10号没有时间多想，他全力以赴的战斗，并最终满载而归。在10号取得巨大收获的同时，胸巢外的区域也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强者，包括秦昊、10亿和6冠王宁川等代高手。他们的目标直指10兄之一的巢穴，他们各自拥有强大的实力和秘宝，准备在胸巢中一展身手。在10号他们离开神果林后，遭遇了一群贪婪的人形生灵的袭击，这些人觊觎他们手中的神果。10号和蓝奕晨几人轻松击退了这些人的攻击，并在战斗后发现了一幅石刻图。这石刻图上描绘了胸巢内部的路线图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巨大的收获。在陨仙岭上，10号他们遇到了秦昊，因为10号露出来真容，所以秦昊一眼认出了10号。什么？怎么是秦昊一声大叫，向后退出去几大步，脸上写满了震惊，简直不敢相信。